我和他在一起10年，10年来，我和他一直吵吵闹闹，分分合合。10年前我向他求婚，他没有答应。10年后我又向他求婚，他还是拒绝了我。我不知道我还要再等多久，我现在已经等不及了。我爱他，我希望他能够穿上婚纱嫁给我。我真的希望这次他不要再拒绝我。为什么你一再的拒绝我？一段10年的恋情背后，到底有一些怎样的隐情，让这个女生至今还是犹豫不决？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吕先生37岁，来自江苏，公司职员；女嘉宾刘女士42岁，来自江苏，也是公司职员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42岁一直单身吗？我是离异过的，有一个儿子，跟我在一起。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我从部队转业回来之后，经常会去我一个邻居家去玩。那段时间，他也正好也在那边，然后在一块没事会经常聊聊天啊，互相会聊一聊一些不开心的事情。时间久了之后呢，我们在一块就是说关系就熟了。他一个人在外面也不容易，一个女人带个孩子嘛，很不容易。我会经常过去照顾她，然后时间久了之后，可能是那时候心里面已经爱上她了。我很直白的跟她说，我说我已经爱上你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俩就在一块了。当然在一块之后，时间久了，我就跟她讲，我们俩结婚吧。她一直在跟我讲不可以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啊。那个时候我刚离过婚，时间不长，那而且那个我儿子又小，我最起码为我儿子考虑吧。我刚从一段不幸的婚姻当中走出来，我怎么可能就这么容易很快的接受第二段婚姻啊？我问一下吕先生哈，37岁，你结过婚吗？没有啊，我单身，我到现在一直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人。因为是邻居嘛，是吧？家里人知道吗？家里人对这个事情肯定是有一些看法的，因为老一辈的人都是比较传统。他又是离过婚的，又是带过小孩，而且年龄比我长了5岁。当时跟我求婚，我不同意，为什么不和你结婚啊？不就是因为你家人不同意吗？我家人不同意就可以理解啊。你家人不是嫌弃我吗？比你大5岁吗？你家人做的也太过分了吧！明知道我们俩之间有一段感情，然后还就是偷偷摸摸的托人把他介绍女朋友。家里边的亲戚朋友是给我介绍过女孩，但是我没有同意啊，我一直都没有同意，我反而心里边一直在装着你。那你为了跟他结婚做过什么努力呢？之前我跟他讲过，家里边不同意，那么好，我斗胆的做这样一个举措。家里边既然不同意了，我们俩先做这样一件事情，先生孩子，把生米煮成熟饭啊。这样怎么可能啊？我没名没分就跟你生孩子啊？我又不是没儿子的，凭什么叫我没名没分跟你生儿子啊？因为之前跟他谈过这些问题之后，让他跟我结婚不可以，让他给我替我生孩子也不可以，那么我就选择了分手。分手了时间不长，然后我就认识了另外一个女孩。那段时间我正好在做川菜馆这样一个生意嘛，做了有时间也不算长，有1年半不到2年这样，然后钱或者说杂七杂八的全部被女的卷跑了，等于被骗了。最后还不是我帮你吗？等于那个女的把她钱拿走之后，你去帮她了。对对对，确实那个时候很困难，那段时间是她帮助了我，而且让我度过了那种难关。在那个问题上，我特别感谢她。这段事情过后，我用了一段时间追求她，我们又重修旧好，是复合在一起了，但是在一起的感觉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没有什么不一样啊。我觉得我们之前是什么样，现在还简直就是是什么样的，貌合神不合那种感觉，找不到以前的他对我那种好了。有的时候我找他嘛，打他电话啊或者干嘛，他都不接。我现在在那边比较忙，我忙我自己的事业，我要在那边和我的客户还有我的那什么同事在一块谈工作、谈业务。那打你电话不接，你说忙，我可以原谅你。那为什么朋友在一起聚会是吧？人家有的带老婆带女朋友的，那你为什么不带我啊？你是不是在我分手之后又认识另外一个新的感情？然后你觉得有个比较，觉得我比你大，为什么不带你？是不是啊？我是真的配不上你吗？别人都没有带我，为什么要带着你去？那既然我们来到这里，我就跟大家讲一下，让大家评评理。那天打电话给我说，今天我下班可能晚跟朋友聚会啊，要回来晚一点。我说可以，没问题啊。然后没想到他的那个电话嘛没挂断。然后让我无意中听到电话里头，他跟他的朋友说，我这次跟他求婚目的完全是为他的母亲，因为他的母亲就是查出来得了肺癌嘛，就是癌症，他
觉得想孝敬他母亲，让他在母亲有生之年看到他这个儿子能成家立业，是这样子才要和我结婚的。当时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选。你要知道这样一件事情，我作为一个儿子，我母亲现在身患重病，然后我作为儿子为我母亲尽点孝心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有错吗？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。那为什么你母亲有病这个事情你不告诉我呢？你既然要知道这样一件事情，跟我求婚了，我为什么不跟你说？啊、我不是刻意要欺骗你，知道吗？因为之前我们俩在一块的时候，我家里边人就的确很反对这样的事情。你不害怕你母亲见到他以后会更崩溃吗？因为妈妈不是一直不同意吗？这不矛盾的吗？这一点都不矛盾，是这样。10年之间，我的心里面一直在装着他。哦，我的心里面没有装过别人。实际等于按你的说法，就是你母亲已经接受他了，是吗？我母亲没有接受的，但是时间可以冲淡一切。即使是不接受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我会告诉我母亲，我现在已经成家了，我现在可以立业了，我会让我母亲心里面会感到安慰，感到开心。但是你的对我态度是怎么样？你既然跟我求婚了，我又答应你的求婚，那为什么你跟朋友面前说这样的话？你让我没面子啊！我以后不是在朋友面前多说什么。怎么能和你生活在一起？我那天是在一块喝酒，我酒喝多了。你要知道，男人在一块喝酒，无非就是吹牛，然后呢，酒喝多之后往自己的脸上去贴金。酒后吐真言呀！你是不是平常有什么话不好说，然后不是我酒后吐真言？你要知道，我37岁了，我那些同事朋友他们都已经有小孩了，他们都可以在外面上学，可以满地跑。我呢，我还没有结婚。你觉得这个事情对我公平吗？对我公平吗？你觉得对我公平吗？我陪了你10年嘛。这10年我心里面一直装着你，我没有装过别人。我问几个问题可以吗？结婚之后还想要孩子吗？之前我们也在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，因为他身体不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达成一个共识，这样的是说，结完婚之后我们去领养一个。怎么可能我跟你去领养？我自己没儿子吗？你想过要嫁给他吗？说真心话，我对他毕竟有那么多年嘛，还是有感情的。但是发生那个事情让我无法接受。你怕什么呢？我很担心，我觉得他对我感情不是真的。我觉得他是在利用我。你要能不能听我解释？跟你解释这样一句话好不好？你听我解释。你别解释，先让我问完。你觉得他利用你什么？他利用我就完成他母亲一个心愿嘛。不知道吗？我的目的就是说我心里面一直在装着你，我的心里面一直没有爱过别人，心里面一直在爱着你啊。那为什么你后来跟我提出来要领养孩子了？你是对我真心吗？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不是，他为什么不能领养孩子？因为他跟我说，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，我们俩共同来抚养这个孩子。没关系啊，再给儿子找一个兄弟吗？你既然说不领养，但是我不接受啊。你既然说不领养，那这样好不好？我征求你的意见，我同意不领养。你跟我结婚，我现在就恳求你嫁给我。你和我结婚之后，我们俩共同把孩子照顾好，好不好？这样可以吗？我凭什么要嫁给你啊？凭什么？你对我伤害这么大，我凭什么要嫁给你？行，你给我列举3件他伤害你的事情。我想，第一是跟你分开，跟其他一个女人在一起待了1年半，他被人骗钱是第一次伤害，对吧？对。第二个伤害是什么？第2次伤害就是因为他母亲在电话里面，他跟他的朋友说娶你是为了给他母亲冲喜，这是第2个伤害。第3个伤害是什么？还有就是他的母亲不是生病嘛？生病他这个事情没告诉我，觉得他没把我当成他家里面人。我问李先生几个问题，可以吗？好，你说。现实生活里面应该也有些小女生喜欢你吧？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。不是，有没有人喜欢你？有。我不是说你变心，我说别人喜欢你啊。有是吧？有。能从那里面扒拉一个结婚吗？不要。我不是说情感问题，客观条件具不具备？条件具备。所以我一直没弄明白他利用他什么？先生这样的回答之后，女士又如此之强势，还真是有点看不明白了。老师们是怎么看的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其实我们在门诊里面也做过一些调查哈，一般姐弟恋的情况，我们都认为姐姐确实应该好好想一想，因为受伤的大部分都可能会是姐姐，确实女孩应该多想一下。然后我觉得在场上哈，就给我一个感觉，女孩说的都是哪一点，然后你让我不舒服，你让我感觉到我很不安全，或者我很受伤。主持人他列出了说你给我说3条就行，我相信你不只能说出3条来，应该还会有更多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舒服或者不愉快，我可以去跟他去解释。但是你看，你说的到底是什么？你说我会一直爱着你的，我是真心爱着，这10年我都没有变过心。所以你给的答案都不是具体的，都是你的一个保证。他已经40多岁了，他会信吗？所以我建议你，如果你是真爱的话，你应该不单单去这么讲，而且讲一些具体的，说我能给你什么样的保证，或者以后我会怎么样去对你，哪怕是现在你无法证实的，但是你也让他应该具体
一些，让她安心。这是对一个成年女性的回应。姐姐，你过于的敏感，对吧？一点点的这种可能的隐瞒，你觉得不能容忍。我一定要让你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，你一定是我完美的那个人，我才肯嫁给你，因为我受过伤害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有失败的婚姻，对吧？所以说你过于完美，导致了你现在的有可能的幸福，你现在居然还不往前走一步。为什么会这么敏感？是因为内心极大的一个不自信。你觉得以你的岁数，你现在条件，为什么他这么一直在等着我？甚至于这份爱来了之后，你都不敢接，这是一个关键。所以说要认清楚自己。然后这个男人，我个人觉得是可以嫁的。至少我们听到的没有任何过分的事情，唯一一件也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你跟他的母亲关系并不好，你对他母亲是有抵触的，所以如果能把这个心结自己打开的话，我个人觉得跟他在一起，你一定会幸福的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。如果一个男人在这么多年都在坚定的一个信念，说要娶你当老婆，我觉得那还有什么可怀疑他的真诚？我觉得你更多的是你放开自己，你大胆的往前走一步。都10年了，有什么不能走一步的？错了又能怎么样呢？你还这么年轻，不要觉得40了，我30了，怎么了呢？只要你的状态是好的，你相信你拥有幸福的权利，这个跟年龄没有关系，夕阳还能红呢，对吧？大胆的、自信的往前走。刘女士，形势有点一边倒。都说这个男人一定值得嫁，你顾虑太多，不自信。还是你认为他们不理解你的苦？我不自信也有这方面的原因，毕竟我承认，毕竟我年龄比他长嘛，而且我又是离过婚的，他又是个单身，我肯定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的吧。其实任何问题确实是双方的。在一个以姐弟恋为素材的电视剧当中，有一句经典台词，姐姐对弟弟说：“对不起，没有在我最好的年华遇上你。”但弟弟对姐姐说：“错，遇上你就是我最好的年华。”坦率的来说，这个男生一上来，我觉得他有点急于求成，迫不及待的要证明我是爱你的，我是委屈的，这样对我公平吗？甚至在爱你的过程当中，他有很多方式是不成熟的，比如说先跟你生个孩子，又或者是在与你分手了之后的过程当中又找了个女生，虽然那是他的权利，但是这种种的一切都让你觉得他不成熟，不足以值得依靠。甚至他在电话当中说：“我是为了因为满足母亲而要跟你结婚。”我个人认为这也不是一个成熟男人的正确做法。但是看一个男人，真正看他是否成熟吗？最关键是看他心地善良吗？你的那个前夫那么大年纪了，不照样不负责任吗？是的，就是因为所以说姐弟恋当中，女方姐姐一方要承担的最大风险，就是以你的年岁还要等待他的成长，还要让他成熟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在面对这种所谓他成熟的风险的同时，你在享受他的青春呢。这个男生10几年没有结婚，虽然说中间谈过一段恋爱，但是10几年他其实大部分心里还是有你的。你不是在享受他的青春吗？那同样他也在享受我的青春啊，我一样付出10年了。但是你要这样说，那咱就较真了。那你要这样说，你比他大10几岁，你说你的青春也是青春，我也承认。但是我们想说，不管是姐弟恋还是老牛吃嫩草，我说难听一点，你在给别人你的成熟的同时，你在享受别人的青春，这不是平等的吗？所以说你在享受他的青春同时，你就要面临他可能不成熟的体现。你如果是真爱他，你就应该帮助他共同成长。所以这事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你是要找一个比你小的，说难听一点，等年纪大了他还能照顾你。再说的生活的浪漫一点，他会比那些比他年长男人更浪漫，但是他也有不靠谱。你享受了这个，就必须面对这个。你的这种离婚之后的对于孩子的考虑，乃至于因为过去的阴影，我们都可以理解。但如果你选择了生活重新开始，你在享受幸福的同时，就要面对风险。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公平，就这样。
好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其实你想想看，你凭什么那么强势？我想就一点，因为他还够爱你。如果连爱都没有了，你凭什么这么去强势呢？要尊重别人，要对等。好了，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他们自己，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这10年来，我的心里面没有装过别人。和你在一块儿这10年，坎坎坷坷的过来了，没有你在我的生命中，没有你在我的生活中，我觉得很乏味，我也觉得很痛苦。现在到这儿，恳请你嫁给我。你能给我一点时间吗？我再考虑一下。因为我觉得之前咱们之间有过那种小矛盾，我现在还是一下还没缓过来，我可以再考虑一下吧。我也挺珍惜你对我这份感情的，但是就是一时还是接受不了。谢谢你对我的爱。哎呦，别哭了，是汗啊，不是哭啊。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我们看到了一段长达10年的姐弟恋，有点虐心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又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世界上原来还有挺美挺纯的这种爱情的。我们来看一看大姐自己的选择是什么。5、4、3、2、1。丝布集团中国面膜领导品牌天使之魅冰膜提示您马上开始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嘿，哎，就是爱你，好去啊！没事儿，不用关门。不能偷。哎，这个你抱过来，这个。啊！恭喜恭喜！女生脸上就是3个字：有这样的男生喜欢我，我骄傲。我骄傲，我骄傲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。谢谢，谢谢啊，慢点走啊。恭喜你们，你们将获得由中国面膜领导品牌丝布天使之魅提供的精美的面膜。它这个里面有一句话是特别重要的，我要给你最美的，能给到吧？能给，能给哈，能给。嗨，青春年华不都给了吗？10年了，好吧，让我们来见证他们幸福而浪漫的时刻。我的付出，我的10年没有白辛苦。今天我终于达成了我的愿望，嫁给我。就拿上劲儿了啊！谢谢谢谢谢谢，感动哦，很满足，很感动，恭喜啊！他们将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。你们自己来喊开始和停。开始，停。谢谢谢谢谢谢，祝你们幸福，谢谢你们开心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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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谢谢，请回请回请回。